大家好，我是牛奶。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哦。随着加玛帝国的安定，萧炎也越来越闲。小医仙呢，忙着搜寻药材，美杜莎则忙着建造新的繁衍之地。身边再无美女环绕的萧炎，想起了那个印在内心深处的女孩，而那个女孩又何尝没有想着他呢？薰儿一如既往地听着林老跟他讲述着萧炎最近发生的事情，只是这一次林老一同带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由于薰儿并没有从萧家找到钥匙，薰儿的族人起了让族内的别人再去搜寻的意思，只是这搜寻手段想必不会比魂殿的那些人差到哪里去。薰儿知道这一消息后又惊又怒，立马亲自去解决这件事了。好家伙，要是薰儿不出马，任由他的族人瞎搞，他与萧炎恐怕会再无可能。此时正闲得发疯的萧炎是永远不会知道，这萧家又差点再遭大难喽。加玛帝国元梦丹堂内，萧炎正查看着尸身丹的制作，他迫切的需要培养一批完全忠心的死士。法玛建议，如果想提升炼制速度，就需要招募他的旧情敌来主持炼制。听到丹王古河的名字，萧炎有些为难，倒不是他拉不下脸，而是他怕无法说服古河。毕竟他不仅闹了他的婚礼，抢了他的媳妇，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揍了他。法玛却是一顿忽悠，告诉了萧炎能拿捏住古河的办法。单纯的萧炎信以为真，揣着办法就去找古河了，结果被当场打脸。不过古河还真如法玛所说，是个大度的人。他与萧炎约定比炼药术，萧炎赢了他就同意加入联盟，若是输了，那么以后萧炎就不许再来打扰他。不知是这古河太单纯，还是觉得自己不会输，这笔买卖亏大发了好吗？比试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啦，让我们在此恭喜萧炎喜提一名牛逼哄哄的6品炼药师啊，外加白送的小徒弟柳灵一枚。搞定了丹堂的时候，萧炎收到了小医仙的传书，魂殿人线速来，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现在的萧炎对魂殿了解的太少了，只要抓住魂殿的人，多少能问出点东西来。因此萧炎立马决定前往出云帝国，将炎盟的事情交代完后，萧炎就领着紫妍去找美杜莎了。期间蛇人族的光头大统领拦住萧炎，不让他去见女王。萧炎没时间也没心情跟他唧唧歪歪，一抖火莲教他做人，不是教他做蛇。在众多蛇人面前，面子里子都丢光了的光头蛇，最终还是屈服在了萧炎的淫威之下，帮他找来了美杜莎。你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蛇人族？美杜莎有些惊奇的道。彩铃姐，紫妍一头就埋进了美杜莎的怀里，一边钻了钻，一边不忘状告光头蛇，这个死光头刚才竟然敢对我出手，要不是紫妍进阶到了斗皇，恐怕就被他一拳打死了。紫妍愤怒的道。美杜莎瞥了光头大统领一眼，吓得后者连忙解释自己没想欺负小女孩，只是想试试萧炎的实力。好家伙，这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就被美杜莎罚去蛇库1个月。本王的老公不是本王孩子的爹，你也敢动手？赶走了光头蛇后，萧炎表明了来意。美杜莎却知道，我并不放心那位小医仙，而且此次还是深入出云帝国，那里是他的地盘，万一他搞些手脚。话还没说完，女王看着萧炎苦笑的模样，挥了挥手，话头一转道，算了，既然你相信他的话，那就随你吧，免得你在心中怨我小肚鸡肠。瞧得美杜莎那抬起的纤手，萧炎一怔，不由自主地伸手抓住，皱着眉道，你受伤了，怎么回事？美杜莎有些不自然的道，小伤，这块地方靠近魔兽山脉，我们要建造部落，自然需要大兴土木，结果惹来了不少实力强悍的魔兽，这是在一次交战中不小心被一头魔兽所抓，为什么不找人来炎盟找我？以炎盟现在的实力，足以帮你们弄出一块安全地带出来。萧炎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你自己想不到的吗，大猪蹄子？这些事我又不是不能解决，就不用麻烦你们了。美杜莎微笑道，她内心是很喜欢萧炎关心她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女王菲尔不贪她，她飞快的就转移了话题。你什么时候动身？越快越好，萧炎沉声道。女王没有迟疑，直接道，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将族中事务交代一下，然后便随你去。说完刚想转身，就被萧炎一把拉住了。谢谢了。低低的声音从萧炎嘴里传来，女王就是笑了笑道，就当是请你炼制天魂融血丹的报酬吧。说完便转身去了议事厅。萧炎看着美杜莎的背影，突然觉得满心复杂，不知道是不是美杜莎离开的这段时间让他认清了自己的心。他突然想到了美杜莎的陪伴，出云帝国之行，他明明知道危险系数不低，而蛇人族也是刚刚迁移，族内事情不少，他还是愿意陪他一起去。半个小时后，安排好所有事务的女王就跟着萧炎和紫妍一起前往了出云帝国。天毒城外，萧炎捏碎了一枚灰色玉片，
上次暗杀小医仙不是只给了1枚哇，我记错了。不多时，小医仙就赶来了。抱歉，刚刚组内在商议事情，所以来得有些晚。小医仙冲萧炎道，随后看了看梅杜莎，又说道：又不是没见过，何必戴个斗篷？难道以为这便会让我认不出你来？女王顿时就生气了，想要以逆行迹，凭你也能寻出本王？冷冷地望着小医仙，女王嘲讽道：在这出云帝国，没有我寻不到的人。小医仙丝毫不让步地冷笑道。瞧得这一见面便是开始相互炮轰的两人，萧炎头都大了，只能怒声喝道：够了，都安静点，找你们来不是看你们吵架的。被凶了，两女都消停了，萧炎这才开口道：小医仙，你有魂殿之人的消息了？在我回到出云帝国时，那魂殿的人便又来找过我一次，不过这次他似乎对我并没有将你抓获到手感到有些愤怒，在争辩了几句后便是离开了去。此次我多留了个心眼，逐渐地发现此人的行踪。小医仙点了点头，缓缓道：他实力如何？萧炎眼芒闪烁，沉声问道：不会比我低，不然的话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小医仙沉吟道，旋即目光瞥了美杜莎一眼道：若是我们3人联手，或许能够留下他。萧炎微微点头，眼中透露着兴奋。只是小医仙却在此时表示，想要抓住那个魂殿的人，就必须得干掉一个组织——万仙门。听到这里，美杜莎十分合理的怀疑，小医仙是想借他们的手为毒宗排除异己。被质疑对萧炎的忠诚度，小医仙怒了：美杜莎，你不要太过分了，不要以为本宗会怕了你。你若是觉得我想差遣你来当我毒宗打手，大可现在离去，我绝不阻拦。美杜莎听完刚想怼回去，就见萧炎脸色很臭，就改了口道：希望是本王胡乱猜测吧。这次萧炎没有怒喝，而是声音平淡的道：若是再吵，我便自己去寻那魂殿之人，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感受到萧炎心头的不耐与怒火，美杜莎与小医仙都不敢再说话。萧炎将目光转向小医仙道：放心，我若不信你，就不会赶来出云帝国。小医仙这才松了一口气道：既然这样，那我们明天就动手。萧炎点了点头，随后问道：万仙门的综合实力如何？小医仙表示有个老家伙很难搞，实力在3星斗宗，年轻时是出云帝国显赫一时的凶星。那个老家伙应该叫谢碧炎吧？美杜莎突然道：你知道他？闻言，小医仙与萧炎皆是一怔。当年还交过手，就连海伯东和嘉刑天也都跟他打过。万仙门应该就属他最强，只要将这个老家伙搞定，其余的除开门主歇山以及几位长老，只要交给毒宗那些强者便行。小医仙沉吟道。闻言，萧炎一笑，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么明日便动身吧。随后几人就跟着小医仙去了毒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萧炎等人带上了幻兽皮。由于毒宗近几年崛起的太快了，导致宗门内鱼龙混杂。一名为无涯的老者仗着自己实力强又位高权重，在宗门内拉帮结派不说，还经常顶撞身为宗主的小医仙。这次见小医仙直接带了几个人回来参加他们进攻万仙门的会议，更是直接当着众长老的面阴阳怪气的表示小医仙莫要识人不清被坑了。几个斗皇也没多大作用，还是见小医仙有发怒的征兆，才转移了话题，说到毒宗内应该是有万仙门的内奸，然而他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也没有解决的方案，最后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一旁的萧炎很怀疑无涯就是那个内奸，于是在当天夜里先埋伏了起来，守株待兔。没过多久，还真被他抓住了一只会飞的快递员。结果除了悟空身上万事俱备的小纸条，什么线索都没有。时间很快来到了第2天，毒宗大战万仙门，需要从万仙山山脚开始往上进攻。萧炎等人兵分几路攻上山，小医仙率大部分兵马吸引主要仇恨值，紫妍也带了一队人马负责在前冲锋，萧炎负责游走支援，美杜莎则负责隐匿气息跟在萧炎身后，等魂殿的人出现再现身拿下他。很快毒宗的人就打到了万仙门。万仙门由门主歇山负责嘲讽和凹造型，小医仙不惯着他，直接就上手了。歇山见情况不妙，立马联合其他5名长老的力量，十分勉强地接下了小医仙的一击。小医仙随即又使出了千幻毒拳，知道歇山等人接不住，非要压轴出场的谢碧炎不得不出手相助。事已至此，双方也没有什么谈话的必要，小医仙直接下令让毒宗五老结阵，自己则负责搞定谢碧炎。毒宗五老都是人狠话不多，直接就联合5人之力发动了攻击。不过这攻击却是直接冲着背对着他们的小医仙去的。原来这5人才是内奸。对于这5人的背叛，小医仙先是一愣，在萧炎出手化解掉5人的攻击后，才变为了愤怒，当下就想杀了乌鸦等人。当然他也这么做了，谢碧炎当然要护住己方卧底啦。结果还是被小医仙成功击杀了2人。自觉丢了老脸的谢碧炎顿时散出了不比小医仙弱多少的磅礴气势。小医仙见状也立马做出了战斗准备，暴长了半尺长的灰指甲，不对，是灰紫色指甲，
犹如石柄锋利的短刀。片头对着萧炎交代：“你们小心一点。”后，小医仙就同谢碧炎战作了一团，见领头的都打了起来，谢山当即下令全员进攻。大混战正式开始，混乱之中，萧炎被无涯以及另一名先前叛变的长老围住了。斗皇巅峰同4星斗皇围剿一个1星斗皇，结果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可是他们没想过，萧炎之前仅凭一己之力就化解掉了他们5人的联手攻击，于是这2个不长眼的斗皇就悲剧了。先是未曾拥有姓名的4星斗皇被萧炎送走，后是萧炎一记开山印将无涯重伤至昏迷。服下几枚恢复斗气的丹药后，萧炎就想补刀，结果差点被背后偷袭的谢山捅了心窝子。好在萧炎及时察觉，使出了3000雷。在谢山震惊于自己捅的是残影的时候，萧炎已经来到了无涯身边，挑衅地冲着谢山笑了笑，萧炎直接洞穿了无涯的天灵盖。谢山怒了，看着己方优势已经完全不在的战场，当下决定放大招，取出一截蓝哨子就召唤出了4翼天魔蝎，一人一蝎的配合很默契很有效，很快萧炎就被逼得到处逃窜。然而追杀萧炎的快乐并没能持续下去，紫炎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直接分走了4翼天魔蝎。怪力小萝莉暴揍巨蝎的场景震得萧炎与谢山都忘了干架，直到看到紫炎抱住4翼天魔蝎的一只巨钳，将几10丈长的大蝎子抬起来抡飞，才反应过来。萧炎大笑了一声后，讽刺谢山找的正宗魔兽有点不太行。谢山能咽下这口气，刚想有动作，正与小医仙激战的谢碧炎却是传音给他，让他召唤魂殿的那人。谢山乐了，没有丝毫犹豫地执行了命令，感受到磅礴的气息从万仙门深处蔓延出来。不论是天空还是地面上的战斗都停了下来。天毒女，没想到吧，我万仙门居然还有一名斗宗强者，今日老倒是要看看你是否能以1敌2。小人得志的谢碧炎阴冷地笑道，小医仙却是理都不理他。而现身后的魂殿铁护法在装完13后，在谢山的引导下就想先弄死萧炎。就在黑色锁链即将击中萧炎的那一刻，美杜莎出手了。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呢？他交给我来吧。瞥了铁护法一眼后，美杜莎冲着萧炎道：“小心点，我将那家伙收拾了就来助你。”萧炎点了点头，不怀好意地瞥了一眼因为美杜莎的出现而陷入呆滞的谢山，微笑道：“放心，不会让他跑了，我知道你此行的目的是他。”美杜莎也笑着道，之后就直接飞身同铁护法战斗到了一起。随着美杜莎这边战斗的打响，谢碧炎刚刚还有些得意的脸变得十分难看。当下决定不再留手的他使出了自己的绝招血魂诀，只见森白骨头直接破开谢碧炎的皮肤，在一阵蠕动后化为2只血色的巨钳。话说这还能变回去吗？谢碧炎的实力也随着变身的完成提升到了5星斗宗巅峰。知道小医仙危险的萧炎就想去帮忙，但谢山却缠住了他。谢碧炎挥舞着他的大钳子，就想将小医仙一夹2半。小医仙也不是吃素的，十分果断地将恶难毒体彻底解开。尽管这会加速毒体的彻底爆发，另一边陷入苦战的萧炎很快就迎来了转机。紫炎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配合萧炎完成了偷袭，一拳打断了薛山那坚硬程度丝毫不比金铁弱的铁棍后，威力丝毫没弱地锤到了谢山的胸口上。谢山顿时鲜血狂喷，萧炎则趁机补刀，对着他的后心窝使出了8级崩。这下谢山将破碎的内脏碎片都吐出来后，彻底没了生机。脱离战斗的萧炎立马塞了一大把丹药到嘴里恢复斗气，随后同紫炎一起紧盯着天空之上的2处斗宗战场。与美杜莎战斗的铁护法察觉到谢山死后，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当即使用了同当年雾护法一样的秘法吞噬灵魂。已经经历过一次的萧炎哪能犯同样的错误，立马出声提醒美杜莎。没想到美杜莎一剑就戳破了铁护法的魂带，一道道虚幻灵魂体在萧炎等人那目瞪口呆的目光中疯狂的四面逃窜。铁护法顿时气疯了，完全不要命的朝美杜莎发动攻击，美杜莎只能被迫防守。看着险象环生的彩铃姐，紫炎坐不住了，想上去帮忙，却被萧炎拦了下来。萧炎让紫炎帮他护法，他有办法帮彩铃。随着萧炎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终于完成了翻海印。被必经手印锁定的铁护法短暂的失神后，失声尖叫了起来，地印诀。听到铁护法的尖叫，萧炎杀意大盛。万一薰儿族中之人知道这般秘法被一个外人修炼，定然会派人来抹杀他。铁护法内心则没想那么多，只觉得萧炎就是古族人。被翻海印轰炸完后，重伤的他只想着逃跑，然而哪里还跑得掉。美杜莎将他擒获后，用七彩能量轻视着铁护法身体上的黑雾，没想到这无心之举竟然让他们发现了魂殿的惊天秘密。或许魂殿的一些强者本体也都是灵魂体。已经被擒获的铁护法一点也没认清自己现在的地位和处境，还疯狂地叫嚣着：“你们杀了我，魂殿不会放过你们的！”哪知萧炎完全没在怕的。
而且在知道它是灵魂体后，当即用能对灵魂造成伤害的陨落心炎做了实验，被烧了一通后，铁护法彻底没力气叫嚣了。将铁护法塞进玉瓶并用火焰封口后，萧炎对美杜莎表达了谢意，美杜莎却是微微偏开头，随意的道：若不是你令得他消耗太大，我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将他制服。萧炎张了张嘴，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小医仙这边的战局也分出胜负了。小医仙身体之上布满了血痕，手臂上还有一道半尺长的伤，蝎壁炎也没好到哪里去，两只巨大的血色巨钳更是断了一只。只是蝎壁炎还是输了，小医仙的恶难毒血已经侵入了他的身体，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的蝎壁炎决定临死前干票大的，佯装要自爆攻击小医仙和美杜莎，实际却是将魔毒斑射入了萧炎体内。而中了魔毒斑的人起初并不会有任何不适，只是多了一块黑斑而已。但是随着黑斑不断释放毒线，那些毒线遍布身体每处穴位时，那中招之人体内经脉就会迅速溃烂，最后在受尽痛苦之后缓缓死去。美杜莎在知道蝎壁炎做了什么后，脸色阴沉的可怕，却还是耐着性子问小医仙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在得知小医仙也没有把握解毒后，冲天的杀意从美杜莎体内暴涌而出。身形一闪，美杜莎掐住蝎壁炎的脖子道：老杂毛，将解药交出来。蝎壁炎却笑了，能让这个小子下来陪我，那也还不算孤单了。美杜莎直接扯掉了他的一条手臂，木着脸道：说还是不说？手没了还有脚，脚没了我还能帮你开膛破肚。蝎壁炎痛得冷汗直冒，但他笑得更开心了。美杜莎一脚就踢断了他的腿，蝎壁炎却是笑得越发猖狂了。你对我越狠，就表示你越在意他，你越在意他就会越痛苦。美杜莎卸了他的另一条腿后，阴冷的道：你死了，我还会让万仙门的所有人陪葬，即便是你万仙门的一条狗，也绝对不会放过。蝎壁炎愣了片刻后，闭了闭眼道：你想怎么样便怎么样吧，魔毒斑没有解药。希望破灭后，美杜莎直接将手插进了蝎壁炎的胸膛，然后捏爆了他的心脏。然而蝎壁炎的死并没能平息他的怒火，他要血洗万仙门。美杜莎正想大开杀戒的时候，萧炎无奈的声音传来：彩铃，回来。听到熟悉的声音，美杜莎娇躯一震，微微挣扎了一会儿后才回到萧炎身边。望着眼前的美杜莎，萧炎苦笑着叹息了一声，牵起美杜莎的手，用布条轻轻擦拭着上面的血迹，反手握住萧炎。美杜莎突然道：走，我带你回加玛帝国，若是古河不能帮你驱毒，那我便带你去大陆之上寻找能人帮你。萧炎一怔，心头涌上一片感动，一会儿后才笑着道：最擅长用毒的便是在这里，还去哪里寻人？小医仙表示，萧炎的情况只有斗尊强者才能彻底解开魔毒斑，当然若是萧炎能硬扛过去，或者找到其他破解之法，那蕴含了蝎壁炎毕生的斗气将会被萧炎尽数继承。萧炎苦笑了一声，在心里道：如今保命才是最为关键的事，谁还管什么斗气不斗气呀？之后萧炎才问了个尤为要紧的问题：这魔毒斑多久会彻底爆发？小医仙表示只有半年，不过他有办法延缓爆发时间。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苦中作乐地冲着美杜莎道：放心吧，没事儿，说不定这什么破魔毒斑还能令得我实力大为精进呢。美杜莎没有说话，只是用目光冷冷地刮了一眼小医仙，因为在他看来，若是小医仙能够在灰子空间中解决掉蝎壁炎的话，萧炎就不会中毒。对于美杜莎的目光，小医仙难得的没有炸毛。毒宗总部10-30尺内，萧炎正闭着眼睛泡在池中黑水里。美杜莎目光望着那漆黑的池水，谨慎的道：你这池中毒水不会对萧炎有什么伤害吧？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萧炎的愧疚，小医仙这次很耐心的解释并回答了美杜莎的提问。他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萧炎在这池中修炼，再配合他的引导，就能够以毒压毒，将魔毒斑暂时压制。美杜莎一听，皱着眉道：那还磨蹭什么，赶紧做吧。小医仙脸上一红道：你们先出去，在石林外等着。美杜莎双臂抱在胸前，淡淡的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必须在这里保证萧炎的安全，谁知道你会不会玩什么花样？一旁的紫妍点头表示附议。小医仙有些气急，看了看萧炎后，银牙一咬道：算了，随你们，要留便留吧。之后就开始脱衣服，看到全身赤裸的小医仙，美杜莎罕见的脸红了，轻咳了一声后，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一把拎走了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看的紫妍。谁知被拖走的紫妍却是嘿嘿偷笑道：还好没有我变大的时候大。此话一出，美杜莎立马加快又加大了步伐，身后的小医仙羞恼极了，恨得牙痒痒。不过好在没忘记正事，正想进入毒池时，不知是不是偷听了他们对话的萧炎非常及时地睁开了双眼。赤身相对的两人各自平复后才开始办正事儿，整个压制过程还是比较顺利。萧炎甚至炼化了跑出来的一丝丝魔毒斑线，将自己的实力提升至2星斗皇巅峰。只是小医仙的封毒之法最多能撑2年，而且还是一次性的，
想通过再吞噬一朵异火来炼化魔毒般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去找斗尊强者来解毒的难度。萧炎决定立马回迦南学院。需要我随你去吗？美杜莎道。虽然你跟来能帮我很多忙，但你一走的话，炎盟与食人族便是彻底没了安全保障，所以此次便只能麻烦你帮我守护一下炎盟与萧家族人了。萧炎迟疑了一会儿，面色凝重的道。美杜莎并不放心萧炎一人前往黑小域，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小医仙出声表示我随你去吧。最终确定小医仙和紫妍跟随萧炎，美杜莎负责守家后，萧炎望向美杜莎，沉声道：炎盟就拜托你了。只要我还活着，炎盟便不会倒。美杜莎轻轻点头，语气坚定的道：若是2年之内我不能回来，我也会让人将那天魂融血丹送到你手中。萧炎承诺道。最好是你亲自回来，美杜莎低声道。萧炎一愣，温柔地笑了笑后，将美杜莎抱进了怀中，轻声道：保重。美杜莎红着脸道：你也小心，若是遇见解决不掉的麻烦，便通知我，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赶过去。再次紧了紧怀抱后，萧炎不再留恋地转身离去。彩玲姐，保重哦，等下次回来看你。紫妍冲着美杜莎挥了挥小手，也是升空而起，追萧炎去了。保护好他。望着小医仙，美杜莎突然道。看着他眼中的一丝恳求，小医仙轻声道：他是我唯一的朋友，放心，即便是死，我也会在他前面。谢谢，美杜莎真诚的道。小医仙却是笑了，道：若是此行能回来，并顺利控制恶难毒体，我或许能与你好好谈谈。黑小域，黑皇城内将会举办一次拍卖会。想了想上次紧张刺激的捡宝之旅，萧炎很是心动，当下决定前往黑皇城。没成想在路上救下了迦南学院的导师，得知魔岩谷的人正在围困自己的好友吴昊时，萧炎立马前去支援。最终魔岩谷的人除了4长老谢震是被毒死的，其他人都化为了灰烬。萧炎与魔岩谷的缘分并没有到此为止。黑皇城内千药房的第2层，萧炎因为想要炼制天魂融血丹的最后3味药材，又与黑皇宗的首席炼药师岐山起了冲突，最后虽然成功拿到了药材，但却将人得罪狠了。不过后来千药房的严老为结善缘，跟萧炎透露了菩提化体炎的消息，这坚定了萧炎前往黑皇城举办的大型拍卖会的决心。距离拍卖会还有3天，萧炎3人却是遇到了来找茬的人。魁狼帮魁煞领着他的小弟来找萧炎要说法。萧炎在入城时杀掉了3名侮辱小医仙的人，其中一个就是魁煞的亲侄子。萧炎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他既然非要给说法，那就用拳头说话。魁煞在知道自己打不过萧炎后就想溜，萧炎却不乐意了，指着一旁的紫妍，萧炎淡淡的道：接他3拳，接得过便走，接不过死。魁煞看着眼前的小萝莉，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没想到只1拳自己就被揍得直喷血雾，倒飞出去还弹了几下才停下来。眼看第2拳就要被砸到身上，魁煞赶忙召唤主人，酷爱白衣的黑皇宗少宗主墨牙出场了。装完13后的他开始颠倒是非，被萧炎一阵怼，正下不来台的时候，小医仙轻声冲着萧炎道：算了，此处不宜争执。萧炎听后虽然很疑惑，这不是小医仙的性格，但是也没再追究。好家伙，就是这句话，再加上小医仙不像其他女子一样迷恋他，墨牙狠狠的心动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疯狂的刷存在感。萧炎起初因为要炼制破宗丹就没收拾他，后来墨牙再对着小医仙献殷勤的时候，萧炎直接收了他送的东西，然后扭头就走。紫妍与小医仙紧随其后，把墨牙气得够呛。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拍卖会开始的时候，拍卖场内萧炎看中了一卷持法斗技，名为6合游身尺，属于地阶中级斗技。没想到被不知萧炎身份的萧丽抢拍了去，把萧炎搞得哭笑不得。不过知道自己的哥哥为了自己不惜得罪拥有斗宗强者跟随的神秘人，萧炎内心的感动还是偏多的。在之后的拍卖里，萧炎又看中了一具魔兽干尸，想要用该兽的翅膀炼制天焰9行翼。这次的拍卖过程虽然有些曲折，但结果是好的。只是后面菩提化体炎的拍卖，萧炎却没能将它拿下。不过问题不大，杀人越货也不是第1次了，在场的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而已经成功拍下菩提化体炎的阴山长老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先是利用自己功法的特殊性搞了一个灵魂体，带着足以乱真的菩提化体炎溜达。真身被发现后，又假意将真的菩提化体炎交出，然后真身快速脱离战场，实际却是将自己的灵魂藏在菩提化体炎里面。等萧炎搞定了准备黑吃黑的莫天行，以及为了活命上交海心宴，从而死而复生成为斗宗的寒风后，利用藏起来的灵魂就想将菩提化体炎带走。换成别人他很可能就成功了，可惜萧炎是有主角光环的人呐。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